新房装修，很多业主还在纠结装哪种热水器好。如果你对热水器完全不懂，那建议你直接选燃气热水器。燃气热水器体积小，加热成本低，即开即热，不挑季节和天气，可365天24小时不限量提供热水，是几种热水器中最稳当的选择。但很多人对于如何选购燃气热水器还是一知半解，可能花了大价钱买回家的产品，没用多久就也出现了水流量小、水温忽冷忽热等问题，大大影响我们的用水体验。这一期小东结合自身的使用体验以及选购燃气热水器的6个核心关键点，告诉大家怎么买燃气热水器好用且省钱。升数怎么选？首先，大家都知道储水式电热水器的升数是代表容量，即升数越大，储水容量越高。但燃气热水器是不储水的，属于即时加热型，所以它的容量是以出水量来衡量。升数是代表每分钟可以把多少升水升温到25摄氏度。那具体买多大升数的合适，这主要取决于我们一般是多少个人同时使用热水。举个例子，家里是1厨1卫的，那买个13升就够了。如果是1厨2卫，那一般都是2人以上同时使用热水，那选16升就够了。当然，家里有大浴缸的可以选20升以上的。我的建议是升数尽量选大的，真的不会后悔。排气方式选哪种？燃气热水器11次，3种排烟11次，分别是直排式、强排式、平衡式。首先，直排式热水器是将气体直接排放到室外，安全性差，在冬天不开窗通风的情况下，容易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所以基本已经淘汰和禁止生产了。目前主流的排气方式就是强排式和平衡式，其中在这排式因为安装比较简单，性价比也高，被广泛使用11次，属家庭的选择。但需要注意的是，它必须安装在空气流通的地方，比如家里的厨房或阳台。而平衡式热水器是一种采用完全封闭的热水器，进气来源于室外，燃烧后排放到室外去，也是目前唯一可以安装在浴室的。但这种热水器成本很高，安装也比较复杂，一般在高端热水器上才会使用。水箱材质怎么选？燃气热水器的热交换器是燃气热水器的核心部件，也是热水器加热性能的关键。水箱在长期高温高湿环境下工作，所以选对材质也非常重要。目前市面上的水箱材质比较常见的有无氧铜、零脱氧铜以及不锈钢材质。首先，不锈钢材质的不建议选，效率低，加热比较慢，而且11次贵。在这个优势就是保温比较好，无氧铜热传递效率高，加热也更快，而且耐腐蚀，高温性能也比较好，价格也比较实惠。而零脱氧铜11次含氧量更低，使用11次长，但导热性略低，具有99.9%抑菌率。综合来看，无氧铜和零脱氧铜区别并不大，都是热交换器水箱材质不错的选择。恒温方式怎么选？我们平时洗澡时，其实最担心的就是热水的温度不稳定，水温忽冷忽热的，相信大家都受不了，所以就会涉及到燃气热水器的恒温功能了。它主要是保证我们出水温度的稳定，不会因为用水或者水压的影响导致忽冷忽热。常见的恒温方式有比例阀调节、水汽双调以及水量伺服器3种。第一种是入门级的，通过控制燃气比例调节阀来控制水温，它会受水压以及多处用水量的影响，恒温效果差，一般在低端燃气热水器上还在使用，不推荐大家选。第二个是进阶级，是在这个燃气比例阀的基础上增加了水汽双调，它会比只有燃气比例阀的调整有很大的提升，水温的波动可以控制在0.5度左右，整体会比较舒服，但是它会受水压因素的影响。第三是高阶级，就是增加了水量伺服器的调整，它不会受到水压、季节性温度的影响以及多处用水的干扰，恒温基本上可以说是达到了最优，但是价格也是最贵的。这种技术常见于高端的燃气热水器中，但是其实水量伺服器它其实更适用于水压波动比较大的夏天。如果说我们家里的水压波动不大的话，那其实水汽双调就够了，性价比也更高。下置风机和上置风机选哪种？风机的位置怎么选？这一点是很容易被大家忽视，这里也重点说一下怎么选择。两种风机位置不同有什么区别？先说上置风机，它的主要优势在于排气能力强，并且成本低，但它缺点是热效率低，并且电机靠近高温区域，比较容易烧坏，使用寿命大打折扣。而下置风机
不仅热效率高，并且温度低，且寿命长。在这点就是成本高，一般2000元以上的机型51次，所以预算充足的话，我们一定优先选下制风机的燃气热水器。6. 零冷水功能有必要吗？买燃气热水器，很多人都纠结到底需不需要选择带零冷水功能的。其实这个功能它主要就是解决我们每次用水的时候要放很长一段时间的冷水的问题。零冷水的优点自然不必多说，大家都懂，一打开就是热水，舒适性高。冷凝水功能虽好，但缺点也比较明显。如果是安装回水管来实现热水循环的话，那么安装成本必然会很高。如果是通过末端加装单向阀，虽然安装成本低，但冷热水管共同形成一个水路的话，那么弊端是连你家冲马桶的水都是热的，后期的使用成本比较会更高。所以原则上来讲，如果是普通住宅热水器到淋浴区的距离不超过10米，就没必要选择零冷水热水器。一般这个功能只适合空间比较大且不在乎成本的别墅住宅。燃气热水器品牌怎么选？如果考虑选购高端机型，建议优先选择林内、能绿、史密斯等国外品牌，恒温与性能方面表现更好，特别是在高端产品上尤为出色。如果中低端机型，可以考虑海尔、美的、万和、万家乐等国内的主打性价比的品牌，市场占有率高，售后也有保障。做了10几年的家电行业，假如2023年我给自己家买家电，我会选什么品牌？1. 空调，中央空调我选大金，壁挂空调选格力。抛开价格不说，核心技术确实做得牛，市场占有率第一，也名副其实。而且不管是美系、国产，都不如大金售后好。格力空调掌握核心科技，这不仅是它的广告语，也是实力所在和底气。3%的故障率以及10年售后承诺，就问还有哪个品牌能做得到？2. 热水器，电热水器我选 AO 史密斯，燃气热水器选林内。AO 史密斯优势在于专利金规内胆，迄今为止是最耐用、最抗锈蚀和防结构的热水器内胆。行业其他品牌多数都是搪瓷内胆，不夸张地说，国内排名1、2的燃气热水器都是日系品牌，这也充分地说明了产品的质量和口碑。其中林内是行业的引领者，技术顶尖，恒温效果一流。3. 冰箱，高端产品我选卡萨帝，中低端产品选海尔。当然海尔和卡萨帝本就是一家，只不过子品牌卡萨帝定位高端市场。卡萨帝冰箱优势，颜值出众且拥有多项专利技术，在保鲜方面甚至赶超进口品牌。海尔是国内冰箱市场的老大，无论是质量、技术以及售后均有保障，且用料扎实，因此价格略高于美的和荣升，这算是唯一缺点吧。4. 电视，激光电视我选海信，液晶电视选 TCL。在大屏电视市场，海信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其中激光电视全球市场份额占据第一。自研的 LPU 数字激光引擎，搭载专业的菲涅尔仿生激光屏，在有效抗环境光的同时，还能带来震撼的光感。TCL 在液晶电视领域，凭借量子点技术、Mini LED 技术，在画质效果方面，甚至不输三星、索尼等大牌，而且相比国外的价格还便宜不少，性价比极高。5. 洗衣机，涡轮洗衣机我选海尔，滚筒洗衣机选小天鹅。海尔优势在于搭载了双动力技术，解决了涡轮洗衣机缠绕、洗不净、磨损的3大缺陷，同时拥有免清洗专利技术，攻克了外桶越洗越脏的难题。小天鹅在洗衣机市场是仅次于海尔的第2品牌，独特的水魔方洗涤技术实际上就是冷水洗涤，解决了衣服掉色和变形问题，评价和口碑极佳。6. 油烟机，顶吸烟机我选老板，侧吸烟机选方太。不要质疑，老板和方太占据传统烟机行业的半壁江山，市场份额在60%以上。老板一直以来比较看重产品性能，所以在大吸力方面有绝对的优势。方太与之恰恰相反，主做侧吸烟机，更看重产品体验，产品优势是低噪瞬吸。7. 洗碗机，国外品牌我选西门子，国内品牌选美的。洗碗机在国外市场已经发展几十年了，自然在技术和性能方面要优于国产。其中西门子洗碗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市场，销量都是常年霸榜第一，特别是高端产品搭载的精磊专利烘干技术无人敢超。美的洗碗机胜在高性价比，目前拥有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从而带来价格上的绝对优势。新家入住前，家具这个重头戏就要闪亮登场了。话说
选家具也是一项技术活，有的家具颜值超高，但中看不中用；有的盲目跟风，实则是花钱买了个坑。本期小编结合自身入坑经验和网友真实反馈，为大家整理7种中看不中用家具，提醒伙伴们多避雷，少踩坑。1. 茶几。茶几曾经是家具里必不可少的存在，但当下装修，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不放茶几，因为真正生活后，它的利用率其实不高，而且客厅摆了茶几之后会显得小很多，尤其是小户型，就剩下一个过道了。并且有了宝宝以后，为了给孩子营造舒适的活动空间，客厅位置自然是越大越好，这个时候茶几也就成了鸡肋的存在。就像网友大文雅子分享的那样，茶几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是个累赘，放东西在上面会被孩子扔在地上，还容易磕碰到孩子。不放茶几之后，给孩子营造一座游乐园，客厅宽敞了，就算孩子折腾的再乱，几分钟也能快速打扫战场。在小编看来，小户型实在是没必要放茶几。当然，如果你确实有这个需求，建议选一个简约轻盈、方便移动的小边机。2. 岩板餐桌。随着简约风格的流行，岩板餐桌也同样火了起来。它以高颜值、耐磨、耐腐蚀和好打理著称，小编也是因为这些原因才入手的。但用过之后才发现，不能光看表面，你还得看看它的另一面。首先就是市面上号称岩板的太多了，没有统一的标准规范它。网上几百元的岩板餐桌比比皆是，但很多都是拿瓷砖大板当岩板来卖。消费者也不是专业人士，不会辨别，这也就造成了餐桌开裂甚至炸开的情况发生，安全隐患很大。网友周怂怂，我家岩板餐桌的寿命30分钟，脆得像豆腐，就要起来想把它挪个位置就裂了，安装师傅还没走呢，它的寿命就到头了。所以说，小编建议，如果年轻人实在喜欢这种岩板的质感和高级感的话，那么大家就选择有底托的那种，增加岩板餐桌的牢固性。像以上图片里岩板炸裂的，基本上都是一层板，下面就是简单的钢架和桌腿，这种的非常容易断，加上底托后，它就不容易断了。3. 吊椅。吊椅可是个老网红了。小编也曾因为畅想着在阳光明媚的午后，坐在吊椅里晃晃悠悠晒晒太阳、看看书而入手了一个，但是真正用过之后才发现，真是鸡肋的存在。由于它设计的原因，刚开始坐进去还好，时间久一点就会很疲惫，腰酸背痛的，还控腿，也不能摇晃幅度太大，容易倒。而且上班的时间居多，吊椅使用频率极低，还占空间，现在更是闲置落灰的存在了。所以建议大家真的不要为了一时的新鲜感就轻易买单，多看看使用者的反馈，就能少交不少智商税。但如果真的想要生活中拥有一些调性，不妨选择一把摇椅，既舒适又满足了晃晃悠悠晒太阳的需求。4. 升降榻榻米。升降榻榻米这个家具，相信大家即使没买过也听说过吧，毕竟它前几年是真的火。当然了，现在也没有被彻底淘汰。小编是前些年装的修，正赶上它最流行的之后，当初选择升降榻榻米，主要是因为想着过年的时候家里人可以聚在一起搓搓麻将、打打牌，平时3、5好友聚会时还可以坐在上面聊聊天、喝喝茶，而且它的储物空间也很多，又能储物又能休闲娱乐，真是一举多得。但是真正生活后才发现，它的利用率一点都不高，并且每回用完收拾它也非常费事，得完全蜷缩进去才能擦干净卫生死角。而且有了孩子之后，更是基本没怎么用过，怕孩子磕碰到，再后来就直接当床用了，更是没有再升降过。小编以过来人角度建议大家直接做正常全储物式榻榻米就可以了，后期真的就是当床来用的，只有换季需要收拾衣服被褥时才打开它，没必要多花钱做升降榻榻米。如果有桌子需求的话，可以买一个可折叠的小桌子，方便取用也方便收纳。5. 贵妃位沙发。说到贵妃位沙发，它真是老一辈人心头爱，又能坐又能躺，看起来就舒服。但是现在年轻人却越来越不喜欢它，总结其原因就是太占空间，也不太适合当下流行的极简风格了。网友洛小贩家里人给选的沙发，现在丑也太土了，实在是不喜欢不能忍了，必须得改一改。贵妃位直接拆分开，坐垫套重新换颜色，靠枕也换新的，感觉沙发新生了。对于小户型来说，带贵妃位的沙发一点都不友好，特别占空间，不如直接买一个直排沙发，一个地墩或一人位小沙发，看着整洁立正时尚，还显着空间大。6. 床尾凳。床尾凳这个家具最开始是欧洲国家流行过来的，
一般作用就是坐在上面换鞋，放睡衣外袍，还可以防止被子掉落之类的作用。主要跟床摆在一起，看起来很高档。小编当初也是因为看卖场这么一套摆着好看才买的，但是没考虑到面积问题。对于中国大部分家庭来说，它真的是个鸡肋的存在。因为我国普遍商品房的户型，卧室区域也就10多平的空间，放上床再放个床尾凳，基本也没剩下多少面积了，显着非常拥挤不说，半夜起来上卫生间迷迷瞪瞪的，还特别容易绊脚。小编有幸被绊到过脚趾头，那真是瞬间就神清气爽了，最后用不了多长久，它就沦为堆衣服的地了。小编建议，如果你的卧室非常大，且你的装修风格是欧式美式，那你可以考虑买一个，不然的话都不建议买床尾凳。如果有更换的衣服没地方放的话，建议买一个墙面挂钩或落地衣挂，极省空间，而且利用率也高。7. 豆袋懒人沙发。当初买豆袋懒人沙发的起因是，小编去澡堂的休息大厅休息，地面上放的就是这种豆袋懒人沙发，坐上去非常舒服。于是回家之后，果断在网上下单买了一个，但是用了一段时间后，就发现它真是很鸡肋。首先就是它是布面的，放在地面上的原因，它需要经常清洗，不然很容易脏。再有就是坐的时间长点，非常容易变形，软塌塌的。后来有一次拆洗时，不小心把它里袋弄破了。好家伙，里面的泡沫填充物撒得到处都是，而且泡沫填充物因为静电的原因到处粘，收拾了2个多小时才收拾完，果断扔掉，再也不会买了。小编建议，如果特别喜欢低矮的懒人沙发，可以考虑买一个皮革面里面带支撑的懒人沙发，又好打理卫生，还不易变形，同时也没有填充物炸开的风险。文末总结，以上内容都是来自小编亲身经历感受，以及网友真实评论反馈。这7件鸡肋的家居用品，建议大家列入断舍离清单，别再投入了。阳台虽然面积不大，但也是家庭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区域，比如改造成生活阳台也好，打造成休闲区域也罢，都有它独有的功能性。因此，在阳台这片小天地里，也出现很多曾经红极一时的家居产物，但随着环境的变化，人们需求的改变，现如今早已经落寞，甚至到了被淘汰的边缘。本期小东就来分享5个跌下神坛的阳台产物，或许淡出中国家庭也只是时间问题。阳台推拉门，新房交付时，开发商一般都会给阳台配备一个推拉门。对于开放式阳台，推拉门的作用还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可以阻隔外边的噪音，而且就算外边刮风下雨，室内也不受影响。但是现在基本上家家户户都会选择封阳台，所以推拉门不仅失去了原有的功能性，而且还会带来生活上的很多弊端。首先，阳台多了一道推拉门，会让室内的采光和通风变得很差，尤其是采光本身就不太好的户型，房间会很暗，住着也压抑。另外，室内通风不好，房间内还容易反潮。其次，推拉门还会把客厅与阳台分隔得很小气，视野不通透不说，空间感也变小了。同时，推拉门还压缩了阳台的利用率。另外，装了阳台推拉门，不仅影响美观，而且还总会藏污纳垢，打理起卫生也比较麻烦。更关键的是，时间一久还会出现推拉不顺的情况，后期维修维护又要多花钱。反观不装推拉门，不仅会省去这些诸多烦恼，而且让客厅空间更有延展性，视觉上也更加通透。当然，阳台与客厅打通，多多少少会影响室内的保温和隔热效果，但相比之下，还是利大于弊。因此，大多数封了阳台的家庭，还是会舍弃推拉门的设计。大玻璃落地窗，阳台落地窗确实很美，并且能收获更大程度的采光，因此在前些年里自然成为了很多高层住宅以及别墅的标配。然而好景不长，现在装修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大玻璃落地窗的装修方案，这是为什么？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其一，好看的落地窗牺牲的是安全性，玻璃面越宽大，视野越开阔，但玻璃越宽越大，稳定性就越差，带来的风险就是容易变形弯曲，甚至出现爆裂的情况。其二，视野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城市中的高层住宅或别墅小区，楼间距都很小，自然窗外的风景也会大打折扣。另外，楼层低还存在隐私性问题，只能常年拉窗帘，不然家中的一切都会被看到。其三，不便于开窗。虽然大玻璃落地窗会让室内的采光率变大，但开窗是个问题，这也导致房间内的通风性会受到影响。此外，大面积落地窗清洁卫生也很麻烦。除此以外，
对于高层用户，安装大玻璃落地窗也很麻烦，往往还需要吊车吊装大玻璃，费用也是出奇的高。所以这些原因也就注定了它被大众所抛弃。传统晾衣架阳台空间不仅阳光充足，而且通风效果也好，自然成为了家中晾晒衣物最佳的地方。因此，晾衣杆、晾衣架在阳台里就是神一般的存在，基本上是家家户户必备的家居用品。但是现在，不管是传统的晾衣杆，还是落地晾衣架，几乎都很少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先进的电动晾衣架。与传统晾衣架相比，优点实在太多。首先，电动晾衣架可以遥控或语音控制升降，再也不要弯腰低头来晾晒衣物，特别是对老人和孕妇来说，简直不要太实用。其次，电动晾衣架还带有基础照明功能，即使是晚上，也不担心摸黑晾衣服。另外，升级版的电动晾衣架还搭载了热风烘干以及消毒杀菌功能，就算是阴雨天，也不怕衣服晾不干。杀菌功能可以消除雨天衣物晾晒不干的霉味，效果也很明显。虽说价格比传统晾衣架贵了些，但却能带来生活品质的提高，所以越来越多的家庭抛弃传统晾衣杆也就不足为奇了。阳台拖把池，以前装修，大家还习惯在阳台装个拖把池，一来可以提高清洁效率，二来不需要在卫生间清洗拖把，能换来一个干净整洁的卫生间。但是如今的家庭中也很少见了，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以下几点：一、用途单一。拖把池顾名思义就是用来洗拖把的，但其实家里的洗手池、淋浴房都能解决，非要单独弄个拖把池，显得很多余。二、影响整体美观性。阳台空间本身就小，属于寸土寸金的地方，装个拖把池不仅占地方，还影响阳台的整体美观性。三、实用性下降。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能用扫地机器人或洗地机解决家务劳动，谁还愿意从早到晚拿着拖把搞卫生呢？另外，干完活还得花时间去清洁拖把池，想想都烦。随着科技的进步，近几年衍生出很多更加便捷的智能清洁工具，所以阳台拖把池这样传统装修设计也就逐渐消失了。金刚网纱窗、阳台纱窗是夏季室内通风以及防蚊虫最有效的屏障，因此每家每户都会安装。说起纱窗，就不得不提前些年红遍全网的金刚网纱窗。作为一种新式的防盗纱窗，不仅质地坚硬、结实耐用，而且安全性能高，一经推出就深受大家的喜爱和追捧。但现如今，它却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甚至用过的人都吐槽说交了智商税。那金刚网纱窗为何会惨遭大众嫌弃呢？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采光性和通风性差。不锈钢材质虽然结实，但过于厚重，特别影响采光和透风性。不少业主吐槽，装了金刚网，家里挡光严重，简直是暗无天日，而且基本不透风，就算站在窗口，也感觉不到自然风的凉意。其二，防蚊虫效果不佳。虽然很多家庭头疼的是，金刚网的孔隙较大，根本起不到防叫小蚊虫的作用。夏天一开窗，蚊虫在家里真是随处可见。其三，容易积灰尘，增加清洁难度。金刚网纱窗还是灰尘、毛发的聚集地，尤其是遇到刮风天，上面就会积满灰尘、沙粒，这给清洁卫生也带来不小的难度。一般也只能用刷子去刷洗上面的污垢。另外，也有部分业主吐槽，想透过纱窗看看楼下的风景都不行，因为密集的金刚网看久了就会产生一种眩晕感，还会有视觉疲劳感。当然，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市场上出现了性价比更高的高透网纱窗，与传统金刚网相比，质地更加轻薄，不仅能防得住蚊虫，而且还不好影响采光和透风性，所以金刚网纱窗被时代淘汰也在情理之中。好了，以上这些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阅读。不知道这些阳台产物你家是否也用过？你还能说出几个曾经红极一时，现在却面临被淘汰的家居用品呢？洗衣机几乎是家家必备，作为生活中的刚需家电，它是我们日常洗涤、清洗衣物的重要帮手。但是大家发现没有，现在买洗衣机人普遍都会选择滚筒式洗衣机，这就让人想不明白了。明明是波轮式洗衣机价格便宜，而且洗衣服更干净一些，那为什么滚筒洗衣机反而卖得更好了？听一位卖家电朋友说，现在买波轮洗衣机的大部分是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多数人更倾向于滚筒洗衣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作为一个家居博主，对于这个问题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另外，这些年家里面也换过3、4台洗衣机，从波轮到滚筒都用过，对比下来，
我总结了波轮洗衣机和滚筒洗衣机相比较，有3方面优势，也有3点不足。波轮洗衣机的优势：一、性价比高。要说波轮洗衣机性价比更高，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首先就是价格优势，毋庸置疑，市面上的波轮洗衣机确实售价低，甚至可以用大白菜价形容也不为过。我记得家里的第一台波轮洗衣机，10公斤的大容量，当时买的时候才花了700多块。现在即使你买个大品牌的波轮洗衣机，带点先进技术的，价格通常也不超过2000。而反观滚筒式洗衣机，普通款式的都在3、4千元，卖到7、8千甚至上万的更是比比皆是。另一方面，通常波轮洗衣的使用寿命长，像我家那台，至今已经工作7、8年了，还是啥毛病没有。说简单一点，就是波轮洗衣机因为结构简单，反而不容易损坏。2、操作体验好。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波轮式洗衣机操作简单，人人都会用，基本就和你用微波炉热饭菜一样，打开盖子，放入洗衣液，点击电源按钮和启动按钮，之后就不用管了。其次，如果洗到中途发现有遗漏的脏衣物，只需要点击暂停键，打开盖子，把衣物丢进去就可以了。另外，上翻盖的设计也非常人性化，拿取衣物不用弯腰。再说滚筒洗衣机，想把它彻底使用明白，还真的花上一番功夫。首先就是它的按键多，还有旋转按钮上的各种洗涤模式，光是产品的操作使用说明书就是厚厚的一本，对于年轻人来说，想把它完全弄明白也很费事，更别说家里上了年纪的老年人了。还有一点就是滚筒式洗衣机是下方侧开门设计，这就造成每次拿取衣物都需要下蹲或弯腰，如果衣物多了，频繁晾晒会非常累人。这也是为什么售货员会说一般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愿意选波轮洗衣机最主要的原因了。3、洗得干净。2种洗衣机的工作原理不同，波轮洗衣机类似于手搓结衣，而且滚筒式洗衣机类似于摔打式结衣，所以相比之下，大家也都认同波轮洗衣机的洗净比更高。但是实话实说，对于家用洗衣机很难说哪种洗涤方式更干净。比如我家的波轮和滚筒相比，并没觉得在洗完衣物的洁净程度上有啥差别。要说区别，就是我家那台滚筒洗衣机，有时候洗完衣服，感觉上面有时候会残留少量的洗衣液味道，这大概应该和滚筒洗衣机用水量少有关。家里波轮洗衣机就从来没有过这种现象，这大概也就是波轮洗衣机的优势所在。波轮洗衣机的不足之处： 1、损伤衣物。都说波轮洗衣机的工作方式水流大、搅动大，属于暴力洗衣，这点我是认同的。波轮洗衣的这种搓洗方式确实对衣物损伤大，我家那台就是如此。如果衣物多一点，洗完后的衣物都会缠在一起，不好拿，往往需要花时间手动把它们分开，而且上面全是褶皱，这点确实很烦心。而反观滚筒洗衣机，一般从来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洗完的衣物不仅不会缠绕，而且对衣物的损耗也小很多。像这年头，谁还没有几件好衣服？所以也是很多人更愿意用滚筒洗衣机的根本所在。2、功能太单一。不可否认，波轮洗衣机之所以卖的便宜，也是因为功能太单一。一般来说，只有洗涤和甩干程度。市面上卖的贵一点的波轮洗衣机，也无非是外观材料好一些，容量更大一些而已。虽说现在的高端波轮洗衣机也应用了防缠绕技术，但说实话，有了这个技术，就真能做到100%的无缠绕吗？这个还真就不一定呢。而滚筒洗衣机不仅功能多，洗涤模式也丰富。比如我家那台，不仅有空气洗、羽绒洗、羊毛洗，而且还可以选择超柔洗、速洗、丸字洗，可以满足不同衣物材质和污渍程度，选择合适的洗涤模式。另外，还有波轮洗衣机不具备的高温加热、消毒杀菌以及衣物烘干模式。对比之下，显然滚筒式洗衣机更能满足当下人们对衣物洁净的更多需求。3、颜值差，占地方。随着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在购买电器的时候，已经不再像以前只关注功能性了，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对于电器的颜值也很在意。波轮洗衣机因为价格便宜，所以用料也很一般，大部分都是塑料材质，看上去很廉价，很难满足对生活品质有要求的用户。而滚筒洗衣机看上去就高档多了，一般也都是金属材质，外形小巧紧凑，高级感十足。另外，很多人选择滚筒洗衣机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节省空间。波轮洗衣机上是开门的，所以上方空间不能利用，就是不能做台面，
否则舱门就打不开了。而滚筒洗衣机就没这方面的顾虑，它是侧开门的，可以很好的内嵌在卫生间或阳台洗漱盆下，使用时完全不受影响。总结一下，综上所述，大家不难发现，滚筒洗衣机之所以更多人选择，优势在于外观颜值高，洗涤时对衣物更呵护，而且洗涤的功能和模式更加丰富。而波轮洗衣机也不是一无是处，它的优势体现在价格便宜、操作简单，而且使用寿命长。所以咱们在购买洗衣机的时候，不是看那种销量好，而是要根据自身的实际需求去选择。